亲爱的灵魂家人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。没有爱情的人生，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即使我们再独立、再坚强，心底仍然渴望有个人走进我们，理解我们，哪怕不多话，只要在就好。因为我们是人类，本来就是群居动物，我们天性就是渴望连接、渴望靠近、渴望被爱与爱人的。所以今天的占卜主题呢，是我什么时候脱单？那场命定的爱何时会降临？我们又是怎么认识的呢？宇宙又希望现在的你做怎样的一个准备，可以迎接这段命定的爱情呢？今天的占卜就是为你而来。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，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。最左边是第一组，中间是第2组，最右边是第3组。我们要选择一组牌卡进行聆听。首先要跟我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，集中我们的能量，用能量去对接牌组，而不是通过我们的逻辑思考哦。所以亲爱的，请跟着我做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把我们的腰背挺直，肩膀下沉，大口吸气，大口吐气，完全的放松，什么都不想，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，放在眉心之间。吸气，吐气。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：亲爱的宇宙，我什么时候会脱单呢？跟脱单对象又是怎样认识的呢？感谢你的指引，我将显化我的幸福。询问完之后，睁开眼睛，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给你的讯息了。公屏打出来，领取好运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，感恩宇宙的安排等等的字样，来提升我们的能量，来吸收整个视频的能量，显化幸福。选择好之后，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也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，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essie 的频道，记得订阅 Jessie 的频道，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。好，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喽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。那么首先呢，看到你跟自己的脱单对象，你们相遇的地方，应该是在那种比较健康、比较正式、有规律、有学习、有智慧、有上进心的场合，肯定不是在这种很吵闹的派对啊，也不是在酒吧或者是网络上面约会软件里面认识到的他，很可能是在一个有结构、有规律，甚至可能是有老师、有领导者的环境，比如说公司，或者是一些专业技能培训的机构、进修学习的场合，或者是学校，或者是在一些研究所。比如说你在可能工作的时候认识到的对方，那对方呢是你的客户，是你的同事，是你的上司，或者是导师。也可能自己去参加某一些兴趣班呐，或者是去参加一些专业技能培训的课程的时候，两个人呢因为共同的目标、兴趣而自然产生的这种连接认识。如果说你还在读书的话，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学校，或者是在自己的班级同学、老师之间呢产生的这种情感连接。因为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五角星7这张牌卡，就是你们相遇的地方呢，绝对不是那种很热闹、很激情燃烧的地方，也不是那种一拍即合的地方，很可能是在你专注自己的提升自己技能、专注自己生活、努力成长的这种状态之中，然后慢慢的被吸引了。这可能是你一个经常去的，或者是你在那边有不断学习、累积成果的场合。而且
在相遇的初期，你并不是一种寻找爱情的态度，而是你正在专注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这份光芒呢，吸引到了对的人，吸引到了他对你更多的一些关注。所以，亲爱的，跟自己的脱单对象呢，不是那种很表面华丽的场合相遇的，而是在一种健康的、稳定的、正能量的场合相遇的。最初，甚至可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，你对这个人完全没有感觉，你们两个人的意见可能甚至是相左的，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啊，或者是还可能产生一些竞争，或者是一些比较，或者是一些摩擦，互相不让对方有一种互动的张力。最初你可能对这个人还有一点偏见，当然你是有一点情绪哦，因为看到呢，可能在你压力山大的时候，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忙，或者是责任多，或者是学习压力比较大的那个阶段，你遇到的他，刚开始对他没有任何的这种心动化学反应，可能那段时间你的情绪呢也是比较低落的，再加上没有特别想要谈恋爱这样的一种心态，遇到了他。好死不死，在更多的接触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这个人跟你最初接触到的不一样，在更多的了解之后，其实你看到他是一个蛮真诚的人，只不过他的情商不高，社交能力不高，不会讲好听的话，也不会注意到别人的情绪。他就是有什么想法，他都会直接的讲出来，没有任何的包装，没有任何的虚伪。你被他身上的这份真诚所打动，你会觉得这个人蛮真实、蛮可爱的，不会特别的隐藏自己。根本也不怕得罪人。他的这个性格呢，在当下的社会里面还是蛮难得的。在更多的接触之后，你发现他会有给到你一定的光芒，会给到你一定的温暖感。他可能会来关心你啊，或者是来帮你分担一些事情啊，或者是给你一些好的建议，或者是会嘘寒问暖一下。你会觉得在一种烦躁的生活状态之下，他有给到你一定的温暖。首先，你们是在意见不合之中，然后开始注意到的对方的。在更多的了解之后，你首先会被他的这个真诚所打动，慢慢的会觉得它像是一道光，让你内心里面某一个角落、某一个感觉被唤醒了。也许在自己的人际关系里面，你可能有一点力不从心，你可能曾经相信了某个人，但是最后失望了，你可能曾经在感情里面付出很多，但是没有收到足够多的回报，也可能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责任，觉得没有人能真正的懂你，没有人能真正的理解你。实际上，对于爱情啊，对于感情有一点失望的那种状态，它出现了。最初呢，你也对他没有太多的一些兴趣，但是慢慢的，他会给到你一定的治愈的力量，他是很柔情的向你走来，靠近你的，然后打开了你的心房，让你开始有更多的一些期待。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了，不是那种很激情澎湃的感觉，就是一种很平静、很温暖的感觉。你可能以为你再也不会对谁动心了，但是遇到他呢，
你又开始有更多的一些好奇，你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感觉，而他是否是单身的呢？他对你又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呢？慢慢的，你会开始更多去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啊，然后开始期待跟他的下一次的相遇啊。你甚至会在心里面问自己，这是错觉吗？还是说他对你也是有一点感觉的呢？所以这段感情会有一段时间有一些猜忌，有一些思念，有一些敏感脆弱，但是又充满着希望。不是那种很激烈的生理反应啊，或者是化学反应哦，就是在自己很无聊的生活里面，或者是繁忙的生活里面，给你带来了一种很微光的感觉，给你带来了一种很好的能量。你会觉得爱呢又开始回到你的身边了，而他呢那种真诚、那种温暖，是你很渴望的。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心情特别的平和，特别的舒服。好，这段感情是经历过暗恋，或者是经历过思念的。最初呢，这份感情是埋藏在心里面，在不确定的时候，大家可能都不会表现出来，甚至在情感的初期，有时候呢会感觉好像蛮多想要靠近的，但有时候呢又觉得好像故意的在退后，好像故意的在产生距离。这种喜欢是先藏在心里，先藏在眼神里面，先藏在沉默之中的。但是有时候身体跟一些小的动作是骗不了人的，有一些小的动作呢，又会觉得好像是有这种情感的共鸣，好像是对彼此有喜欢的，是有一定的温度的。所以这份感觉也是非常的奇妙哦，是很纯洁、很简单、很单纯的这种样子，很可爱。你们在认识的时候呢，在产生感情的那一段时间呢，都没有任何的压迫感，也没有任何的这种紧张或者是压力的感觉，大家都是很顺其自然的，大家都是不会轻易的去表白，轻易的去表现出来这种情感的需求。大家都是比较细腻的，而且他也很尊重你的感受，他会害怕太快的去表白，或者是太快的表现出来呢？万一你不喜欢他，万一你们两个人不合适，你被吓跑了怎么办？如果是不合适的话，那么他不想只是跟你建立很短暂的感情，所以会花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慢慢的去互动啊，慢慢的去了解，慢慢的去试探对方。这个呢，也是跟他的性格是比较像的。他在感情里面是比较被动的人，他不是特别主动的人，而且他是很认真、很谨慎的，他不想随便的去产生任何感情的调情、暧昧也好，他确实要确定了两个人可以长久，就是大概来说是比较合拍的，他才会表现出比较激烈的这种追求的欲望可能性。你们两个人是慢慢升温的恋情，大家不是那种一见钟情或者是一拍即合的状态，是需要一些空间啦，需要一些时间啦，需要一些内心准备，然后再有更多的彼此的理解，然后慢慢靠近这样的一个关系。他对你没有太多的一些幻想，他只是会可能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些动作，就是慢慢的靠近。当然，
他也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偷偷的关注你啦，看你的社交圈啦，看你的朋友圈啦，然后把这份喜欢藏在心里面啦。他也会思考哦，他真的准备好了吗？这段关系你们走的可以多久呢？他也会有段时间比较焦虑的，但是在他没有准备好去创造关系的时候，他不会有任何的一些行动，他对这份关系情感还是比较保守的，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延迟或者是卡住的时期，但毕竟缘分在那里，最终呢还是会把这种感情的地基础打好的。好，你们相遇呢，很可能是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3个月之内，也就是速度非常快咯。有可能是你愿意勇敢的踏出自己舒适圈的时候，是你愿意去打开自己心扉，有新的可能性，有新的一些态度的时候，就会跟他相遇。也有可能是在自己搬家呀，或者是换工作啊，或者是换专业，去到一些新的兴趣班，也可能是在出差或者是旅行，在一种去出发之后的状态跟对方相遇的。也可能是在自己原来不太想去参加的活动，或者是课程，或者是聚会之中跟对方相遇的。在感情初期哦，都是会很理性的去看待爱情，大家都不会被情绪所左右，还是在这份关系里面很成熟的。而他呢，也是一个坦诚相待、非常尊重别人的人。在性格上，他可能是一个慢性子，他不是一个很外向、很急躁的一个性格。他在感情里面也不是那种冲动的行动派，他是需要获得确定感、安全感之后，才愿意去推进感情的。做事情方面呢，在自己的专业才华，在自己的事业方面，他其实蛮有力量、蛮有能力，而且蛮有目标性的。他也很有上进心，很有一定的掌控力，有主见。个性呢也比较坚定，也有比较强的自律感。做事情是很有能力的，但是在感情里面，做事上面他很有自信心，但是在感情之中呢，他就缺少一些自信，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一些爱情经历，也可能他在曾经感情里面是受到过伤害的，所以他有一定的防备之心，也有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呢并不是非常幸福的，所以多多少少他有一定的心理防线。他不喜欢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展现出来，他更多的是一种谨慎，他会跟别人产生一些距离感、边界感。在初次认识他的时候，会觉得很冷漠。实际上呢，他是给自己加的一些保护色。他知道自己在感情里面是那种完全奉献的类型，甚至有时候还有一点黏人，还有一点依赖对方。在感情里面呢，他也是比较保守的，他不会轻易的去投入，但是一旦投入之后，他就会很深爱，他就愿意去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出现，记住对方的喜怒哀乐，帮对方处理所有生活上面的一些琐事。这个人是非常稳定可靠的，他不是那种很懂得花言巧语呀，很喜欢讲的天花乱坠，但是做事情不做的人。反而呢，他是那种可能不会讲太多我爱你呀，你很棒，我欣赏你呀等等的这些很甜蜜的话语，他可能不会讲，他可能也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，但是他绝对会在行动上面做出让你觉得很温暖、很
很轻松的一些事情，因为他会帮你分担，他不会轻易的去表露自己的这种心而已。绝对是感情里面宁愿自己受伤也不愿意伤害别人的人。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但是呢，在感情的前期，他过于的慎重，可能过于的不愿意表露自己的心境了，所以很容易让别人误会他是不喜欢你的。但实际上，他是因为太在乎你了，才不敢轻易的走进一段感情里面。这个人真的蛮可爱的。但一旦他深爱之后，他就会放下所有的一些防备，去建立足够的信任感，建立足够的忠诚感。在感情里面，他确定自己想要谁之后，他是会主动前进的。不过呢，在主动追求表白之前，他会观察很久。他是一个不张扬，而且不是很懂得浪漫惊喜的人。但是，一旦爱上你之后呢，他就会很真诚、很接地气、很踏实的去建立、滋润这份关系。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做出任何的承诺，但只要他说出来的话，他就一定会做到。只要承诺了的话呢，他就是会去为未来去不断的努力的。这个人不想要一时的激情，他只想要稳定的情感。他可能不是那个很帅气、很独特、很会甜言蜜语的人，但是呢，他会在你疲惫的时候默默的等着你、支持你、照顾你的人。你也值得被他深爱哦。那么很快呢，他就会出现了，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当下宇宙呢也给到你一定的提醒，希望你现在呢可以好好的准备，就是多走出自己的家门，去参加一些提升自我的活动，无论是学习也好，参加一些兴趣班也好，还是去一些读书会也好，无论如何给到自己更多认识新朋友啊，给到自己去更多正能量的场合，认识正能量的人是非常好的。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，也希望你可以更多的去表现一下你的喜欢，你对别人的欣赏，也不要太过于的可能以先入为主的感觉去否定别人了。因为很多人呢，真的是在接触之后，你才会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思，你跟他合不合。不要因为最初的可能一句话呀，或者是他的一个外表啊、形象，你就去否定他人呢。宇宙正在引导你，你下一个情感呢，很可能不是短暂的激情，而是真实的、稳定的、长久的幸福。你的下一个桃花，也就是脱单对象，很可能就是你的正缘，很可能就是你的正桃花，而你呢，也值得圆满的感情。你的灵魂呢，也正在带你走向能让你真正快乐的家。所以，亲爱的，现在的你呢，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允许自己被爱，然后勇敢的前行吧。当你选择重新出发的时候呢，你就不再是被动的等待爱情了，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由，更加的清晰，更加的完整。而那个人，他正在以自然的态度走进你的人生里面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你有能力创造一段完整的、稳定的、让你安心的关系哦。去感受吧，去享受吧，去创造吧。好，最后就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了。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恋人的话呢，记得下面留言领取恋人我会幸福怎样的一个字样哦，来吸收视频的能量。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。那么首先呢，来看一下你跟自己的脱单对象是在哪里相遇的。
我们这边出现了力量、圣杯七、宝剑三这三张牌卡。首先，很有可能不是在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业，不是在自己最强势、最繁忙的状态，但却是在一种很生活、很真实、很接地气的状态跟对方相遇的。有可能是在一些身心疗愈有关的场合，比如说瑜伽馆啦，或者是芳疗的空间啦，或者是冥想工作室啦，甚至有可能是一些心理咨询这样的一个环境附近，也有可能是在自己日常生活里面很放松的地方，宠物店、公园、一些周末集市，或者是如果你喜欢喝茶。那就是在茶坊喝咖啡，可能就是在咖啡厅，也有可能是在一些图书馆、一些书廊、艺术博物馆，一种可以阅读、欣赏艺术的空间。那也有可能是在自己去购物商场、一些生活集市或者是创意集市，然后接触到的他。宝剑三呢，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很快速的这种交集，所以也有可能是在一些网络的平台上，比如说一些交友的软件啊，或者是网络的社团、网络的讨论区，或者是网络的这种游戏社交活动里面可能遇到的他。甚至有可能是朋友邀请你去参加一些聚会活动、展览的时候，原本呢你没有任何的一些预期，但是不小心遇见了他。无论如何，很可能是在不经意之中遇到的这个人，并不是在一种很喧闹或者是很狂欢的娱乐场所遇到他的，而是在一种自己最放松、最不强求有任何的因缘巧合的时候遇见的，就是宇宙给你准备了意外的惊喜。其实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你就被他的外貌、整个人的气质或者是气场所吸引了。可能是他的眼神，可能是他的穿着，可能是他的自信。无论如何呢，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王牌啊，好像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那种心里面就有这种火苗被点燃了，一种很强烈的兴奋感，有一股很热能量在心中那种流动，蝴蝶在内心乱飞。更特别的是呢，你并没有把这份喜欢只是隐藏在心里面，实际上愿意跟对方去有主动的聊，可能刚开始说话，聊几句的时候，你很快发现这个人他的声音很好听，他的语气呢是不紧不慢不造作的，他的声音让你感觉到安心，而你们之间的这种谈话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尴尬或者是陌生感，不是那种好像很生硬的交谈，而是一些有内容的、有趣味的，或者是有深度的，让你跟他之间的谈话呢是感觉好像很熟悉，大家很聊得来，很可以理解懂对方的这种状态，所以初次见面的印象特别的好，而他呢也很喜欢跟你交谈，慢慢的就愿意去可能给到一些眼神啊，可能给到一些语气啊，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对他有好感的。很有可能你们两个人是一见钟情，很有可能你们两个人呢，在对话的时候非常的顺畅，大家眼神也是四目相接，没有任何的闪躲，感受得到那种好像有点电流或者是有喜欢的那种状态哦。其实这份爱来得很突然，但它不是那种很轰轰烈烈的激情，是那种很温暖的暖流，是那一种
你是对的人，我想跟你靠近的那种喜欢，没有那种生理反应的渴望，而真正的就是不会是那种很感性的、很性感的，但是呢，就是那种很想要跟你继续聊下去，很想跟你有更多的一些互动，更多的一些可能性，对你呢是有蛮认可的，会有一种很安心、很舒服，然后进一步靠近这样的一个连接能量所在。这一次在感情里面呢，其实你也算是比较主动，没有任何的那种很强迫感哦，就是也在一种愿意去打开心房，跟对方邀约会，聊下一次怎么样的一个聚会，所以不是在一种退缩的情况之下，愿意抓住这样的一个缘分。很开心可以遇见他，很开心呢，可以跟他产生情感上面的连接。虽然这段感情并不是很一帆风顺的，但是呢，两个人的喜欢确实是蛮强烈的。这个人表面他是看着很理性，然后有一点距离感的人，他不会很轻易的就去表露出自己的一些情绪，他不会告诉你好像我喜欢你，我欣赏你，但是呢，他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出现，他会用那种比较冷静的方式去观察你，然后去看一下你是否是值得信任的。他可能不会很快的去建立那种信任感，而且他把对你的那种喜欢就是去审判啊，去观察的那种心思，其实藏得蛮深的。但是在这份关系里面，其实是有很强烈的吸引的，有一种越想要保持距离，但是又越忍不住靠近的矛盾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好像两个吸铁石有一种灵魂的磁力所在的，就是离不开也放不下的感觉，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。但你也会尽量的克制自己的这种情绪，不在一起了之后呢，你又会很思念，很想知道对方当下在干什么，那对方是怎样的对自己的一个心情，慢慢的就会产生一些很强烈的表达。你们两个人表面上可能有一些拉扯，但是内心里面是蛮多的这种纠缠的。而且想告诉你，你们两个人在爱上面，在性爱上面非常的搭，非常的合。他很喜欢跟你在肢体上面有互动，就是在一起之后，他会很想要你经常跟你牵手啊、亲吻啊、拥抱啊，走到哪里都是手牵手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他很喜欢跟你的肌肤之亲。他其实你们最初就是从外貌上面互相吸引的，他也很喜欢你的这种感性。在更多接触之后，就发现两个人其实三观上面也很合，你讲什么他很容易懂，他讲什么呢，你也会很倾听，很去理解这样一个状态。而且因为两个人也会经常有一些思想上面的交流嘛，所以通过他你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打开自己的一些世界观啊，打开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所以这份感情其实发展的蛮快的。大家很快就放下了这种心防，就是不想再去看合不合，那不想再去想未来了，就当下很想要跟对方在一起，那就好好的去爱这个人吧，有一种无怨无悔的心态，
爱就深爱，要么就不爱，那何必去有过多的一些纠结，考虑那么多呢？你也相信你们之间是有很深刻的连接的，实际上你们是有前世的缘分，你们是宿命的安排，所以在初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心动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一样，你愿意积极的、主动的抓住这个缘分。而你们两个人呢，在接触很短的时间就开始确定关系了，就是想要和你在一起，就是认定你了，想要照顾你，想要保护你，想要靠近你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吧。没有说谁特别的去追求另外一个人，两个人是在相同的频率、相同的行动上的，就是彼此的这种真心，其实大家都是在几次接触之后就很明确了，你们的这种情感关系发展的也是很明确、很明白、很有目标性的。当然，这条爱情之路呢，并不会很轻松，因为可能你们会有一些差距，也许是会大家生活条件上面有一些差距，也可能是年龄上面有一些差距，也可能是文化上面有一些差距，也可能大家并不是门当户对，或者是在接触那段时间，工作上面有一些压力。无论如何呢，现实会有一些障碍，但这些障碍在你们相爱的眼中就是小事情，因为你们愿意用尽全力的去爱，你们愿意承担更多的挑战，更多的一些责任。虽然不是那种很轻松的，大家就可以磨合，就可以很好的去滋润这份关系，但是两个人愿意不顾一切，愿意给到足够的奉献，足够的深情，非常的妙哦。但我这边看到你们从认识到谈恋爱之间这段时间是比较快，但是会有一个节点，那个节点呢，可能是会有一个关键的时刻，比如说可能会出现一次误会，可能会出现一次觉得不爽、不开心的事情，可能会出现一次就是短暂的消失，也许是那么一天都没有发信息，都没有回消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。总之呢，会因为一个很失落的冷状态，而让大家都意识到，我不想失去你，原来你已经在我心里面很深了，然后就会出现那种敞开心扉的沟通，就是在这一次的可能崩溃，或者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也许是短暂的离别之后，那么大家选择不再隐藏，而是告白，而是愿意去讲出来自己对对方的喜欢，或者是在见面沟通之后，大家就会互相的表白，承认这段关系，承认已经爱上对方了，然后就进入到了很甜蜜、很明朗、那充满喜欢、喜悦的情感关系。你会觉得你们之间是有蛮多灵魂上面的默契的，会有一个转折点，让你们完全心与心之间的对话，然后坦诚的表达自己的真心。哇，好妙哦！这段感情非常值得期待。而且你的恋人呢，他是一个很自然、很有光芒的人，他在人群里面是很容易被注意到的，因为他有自信、有魅力，长得也比较好看，
气场呢，应该是那种自带存在感的人，要么就是他很时尚，他很懂得打扮，去凸显自己最优质的那一部分；要么呢，就本身五官呢就是很好看的。这个人应该身边可能注意到他或者是喜欢他的人不少，但是他不会随随便便的谈恋爱，他不会因为别人喜欢他，他就要喜欢，有这种心生爱意，因为他是蛮有原则的，而且他也是一个比较慢热，很注重忠诚，心智比较成熟的人。他对待感情很慎重，一旦要决定进入到一段关系之后呢，他就会蛮脚踏实地，蛮认真负责任的，绝对不是那种好像三天两头热情，这段时间喜欢，那过段时间就没有喜欢这种状态。他不是，他反而是那种很细水长流的类型，他也不会对别人释放任何暧昧的讯号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他也不喜欢去玩什么三心二意的感情。这个人是蛮值得信任的，是很靠谱的，而且他很怀旧，他很重感情，很重情义，孝顺爸爸妈妈，对于自己的爱人也是非常的体贴，对于自己过去认识的人啊、朋友啊，都是蛮珍惜的。这个人有一定的怀旧感，他会记得小时候的玩具啦，他喜欢老电影啦，或者你们在聊天的时候呢，他也会去讲到以前的他小时候的一些故事啦。他也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呢，有点像是灵魂伴侣，很像是老朋友一样，就是可以无话不谈。在你面前，他会觉得可以很真心的做自己。其实他不是一个物质主义者，他对于感情的需求大过于金钱物质。他会觉得人生里面呢，能有这种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能把这些人际关系、感情拥有了，他会觉得非常的圆满，而不代表着自己一个人荣华富贵，但是在感情上面呢可能落寞，这是他不要的，所以他会为了自己的爱人去换工作，甚至去辞职都可以的。他很珍惜爱，他也很重视承诺，他很喜欢真实的爱情。这个人也是很有追求生活质量的，而且愿意去照顾自己的另一半。他很可能还喜欢就是做家务，就是喜欢把家里面打扫得非常的干净整洁，或者是放一些很漂亮的画呀、鲜花呀，用好的一些家居啊。对于他来说，家就是自己最温暖的港窝，跟家人在一起呢，在家里面做饭啊、打扫卫生呢，他都会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他喜欢跟爱人享受这种生活中的美好，他可能愿意喜欢去做饭，他可能喜欢去收拾屋子，他可能照顾你的起居，然后在你生病的时候是会守护着你的。他觉得爱情关系不仅仅是那种浪漫，更是一种可以一起生活、一起创造未来、一起成长的陪伴。一旦他深爱之后，他就希望跟自己的爱人建立家庭，所以在他的感情里面，你跟他不仅仅是恋人，更是他愿意和你一起去建造你们的家。这是一个外表好看，然后自己的性格呀，灵魂也是闪着光的人。他内心这种爱的能量是比较大的，还是比较正能量的一个人。
而且他不会轻易的去爱上谁，但是一旦爱上了，就会坚定不移的守护。那么你遇到了很好的恋人哦。那你们相遇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在9个月之内，看到这个视频的9个月之内，或者是冬天。快的话呢，应该是3个礼拜至3个月；慢的话，应该就是这个视频你看到之后的9个月之内。真正的是在你的可能生活啊、工作啊都非常稳定的情况，在你很好的享受自己生活状态的时候，会和对方相遇的。就是你在一种自己内心有比较强的幸福感，就是能量非常好的时候，你就会和对方相遇，开开心心的享受你的每一天，也在展望未来，也愿意去接触一些新的领域，接触一些新的朋友，接触一些新的事情，相信宇宙所有给你的一些安排，没有太多的这种防备之心，而是愿意张开双手迎接所有的人事物。这种积极的美好能量心态之下，你就会和自己的脱单对象相遇了，也是很快哦。好，那宇宙呢，现在告诉你，你可能需要准备一下自己，准备让自己走出去，让自己可以更多的流动起来，移动起来，走动起来，创造更多的一些机会，去遇见自己的恋人。另外，可能目前呢，你有时候在感情里面还是对爱情缺乏兴趣啦，或者是有时候呢，别人邀约你，你都视而不见啦，或者是完全很拒绝的这种心态哦。其实，当然你是有自己选择幸福的权利的，只不过在感情里面呢，你也可以多多的去接收一些别人对你的示好，别人对你的约会的一些请求，比如说，说不定你的下一个恋人是你朋友想邀约你去玩，结果你很不想去，最后呢答应了你朋友去，遇到了你的这个脱单对象。所以如果近期这段时间有活动的话，那你可以多多的去参加，说不定在这些活动之中就会遇到自己心动的人呢。所以亲爱的，宇宙就是告诉你，近期呢你可以放下过去，放下所有，展现新的开始，去建立更多新的可能性吧。当你准备好去接收爱情的时候，那么它就会出现了，好吗，亲？那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新恋人的话呢，记得在视频留言领取新恋人我是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字样，来吸收整个视频的能量。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。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。那么首先呢，来看一下你和自己的脱单对象新恋人是在哪里认识的。第一张牌卡就是战车，那么会感受到一个移动的能量，奔赴目标的旅途之中，有可能自己拉着行李箱，或者是背着背包去赶车啦、转车啦、去机场啦、火车站啦、捷运站啦，有可能去搭乘长途车，也有可能是计程车，或者是搬家。过程里面也可能是在换工作、旅行，可能是在自己移动的时候跟对方认识的，也许跟他擦肩而过，也许产生了某一种交集。但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权杖10哦，感觉是你拖着很重的行李的时候遇见了自己的真爱。也许你在搬东西，也许你在拖行李，然后对方呢，他帮助到了你这样搭建的联系。
当然也有可能是你在一些展现自己能力的场合遇到的对方，比如说在主持活动啊，或者是在自己工作、发言、创作的时候认识到的对方。也有可能你在学习新技能的时候，也有可能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互动的时候认识到的新朋友。你们两个人呢，应该不是一见钟情，很有可能是慢慢的发展成为的爱情。最刚开始，甚至可能都不是朋友，只是觉得这个人呢，做事情蛮认真的，而且他会给到你一些比较积极的能量。有可能他的眼神让你觉得非常的默契，或者是你在跟他交谈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这个人跟你似曾相识，或者是你们之间有相似的一些童年记忆，可能大家的家乡相同啦，或者是有相同的家庭条件啦，也有可能你们有一些相同的喜好啦，让你会觉得跟这个人呢，好像冥冥之中注定会相遇，好像有一种前世的缘分，有一种熟悉感，你的灵魂记忆会被唤醒。刚好这个人呢又很实在，没有任何的一些包装或者是特别时尚的样子，就是非常朴实的。又感觉在跟他接触的时候呢，他好像很懂你，好像一个眼神呢，就会知道对方会给到怎么样的一个想法，怎么样的一个态度。实际上，这段感情就是宇宙已经给你注定好了命运的安排。该相识认识的时候，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，都会认识。所以很可能是在一个突然的邂逅，是在一个节奏比较快的地方，然后它出现的那一刻，好像时间静止了一样，你们的眼神对上，就有一种好像被电到，或者是有很强烈的这种熟悉感，或者是有一种这就是对的人，好像有一种电影在放慢镜头的情况哦，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感受出现。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当下的情绪是比较复杂的，会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，没有办法很理性的去控制自己。虽然你很想让自己看起来很自然、很平静，但是就是可以看得出来，你有这种心动，心里面是有一股力量所在的。可能会傻笑，可能会胡言乱语，可能会心里面是小鹿乱撞，但是头脑里面呢，应该是这种懵的很茫然的情况，会出现那种呆呆的可爱。也许就是那种头脑情绪完全都被他打乱了，你会开始质疑自己哦，是不是投入的太快了，是不是太动心了？你甚至在想，这完全不科学啊！我怎么会对一个刚认识的人就有这么强的感觉？就是他的出现真的是把你搅得一团乱，但这并不是坏事情，而是你太久，甚至可能从来没有这种被真实的触电触碰到的感觉。一方面呢，很想要靠近他；一方面呢，又害怕自己太突兀，或者是陷得太深了。本来是一个可能很平凡的动作，很平凡的相遇，人家可能也只是顺手想帮一帮你，但是却给到你很大的一个触动，
或者是在接近的最初，可能他就是一个很体贴的动作啊，或者是很关怀的一些话语呀，但是就会让你有比较强的这种兴奋感，很奇妙哦。其实打心底里面呢，你还是会感觉这不是一个轻浮的人，因为你看他说话做事情，你就会觉得还是很正统的一个人，善良的，不浮夸的，很有爱的人。你见到他的那一刻，你心里面想的就是，如果是这个人，也许我真的愿意，我愿意相信这份感情。第一次意外的相遇，意外的互动哦，是那种很温柔，但是会给你强烈的感受的。它会让你的心真的很快速的跳动，所以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受得到，你就知道你爱上他了。而你们两个人呢，可能最刚开始并不会很快速的进入到爱情里面，大家还是不会刻意的去追求，也不会因为这种感觉上头，然后就进入到爱情里面，就开始约会啊、表白啊。不是的，你们还是会先成为朋友，先有更多的就是轻松自在的相处，互相的这种了解，然后呢，感受得到，其实跟对方相处下来还是蛮搭的。两个人呢，在一些小事情上面还是蛮有默契的，而且也蛮聊得来的。所以在更多的一些接触之中，从朋友转变成的恋人。但是我们这边又有一点消息哦，就是最初很可能是你对他有特别强烈的心动感觉，但是真正的你们从朋友变成恋人，还是花了一段时间，甚至有可能在最初呢是没有办法去表白的，有可能这个人在接触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也许身边有人在追求他，你有竞争者，那也许呢，有可能他还在恋爱之中，正在闹分手，也可能他在其他的这种情感关系里面，或者是刚分手，他还没有准备好去进入到新的恋情里，所以在这份关系里会有一段时间的等待期，不会太快的就去表白，大家呢还是会先成为朋友，然后更多的一些观察，不急于去发展，就是推动这份关系，而是想要跟对方有更多这种自由自在的相处。大家也是在更多的聊天之中呢，会发现双方都还是蛮理性的，双方都还是可以聊到很多深层次的话题。当然，你也会问自己，他真的适合你吗？你们未来有可能吗？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呢？这份关系怎么样走下去呢？你还是会有一段时间去可能焦虑啊、担心啊、拉扯的。但确实，两个人很能聊，你们会聊生活，你们会聊梦想，你们会聊烦恼，会从很简单的话题，然后聊到越来越深入，聊到越来越晚，越聊呢越舍不得结束，就习惯了他在你的身边一起玩乐啊，一起聊天啊，一起聚会啊。其实这份关系呢，也没有特意的去安排谈恋爱，
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度交流之后，一点一滴的坠入到了对方的世界，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开心、很自在，所以他愿意打开心房，跟你进入到这个恋情关系里面。大家的这种节奏呢，也是可能先慢后快的，然后逐渐升温的这样的一个节奏。前期呢，还是有那种试探啊、克制啊，后期一旦进入到爱情里面，那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停止靠近了。两个人呢，都是很腻在一起的，随时都是在一起，非常的亲密。你们在一起的这种互动呢，也会越来越多，很奇妙的讯息哦。这份关系一开始虽然并不是那么的简单，大家会有一段时间不敢靠近，不是因为不喜欢，而是因为不能。可能存在着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事情阻碍在你们之间。虽然大家的这个化学反应一刚开始就有了，但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在，让你们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投入到恋情里面，必须按暂停，必须先成为朋友。只有在解决了这个阻碍之后，两个人呢才会进入到这种爱情里面。所以相对来说，大家都是守规则的，对彼此都是保持着尊重的，不会轻易的去背叛，不会轻易的去动摇。大家在这份情感关系里面都是很干干净净的，就是在完全的分手或者是完全的拒绝他人之后，你们两个人才会在一起。所以这份关系也是在一个很正能量的状态，大家不会胡来，还是比较成熟的去接触。但真正的这个阻碍呢，这份责任呢，结束之后，明确的结束之后，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是一发不可收拾，就是不需要再去做任何的隐藏，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相爱就好了。所以你们的感情里面有一定的曲折，但是呢又是很公平公正，但是又是很成熟理智的去接触的。真正相爱之后，那就会出现很多的缠绵，很多的放纵，很多的激情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性格。这个人在感情里面很细腻，他的内心是非常温暖的，而且很懂得察言观色，善解人意。他很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，尽可能感同身受，不想去让别人尴尬啊，或者是让别人难堪，是会注意给别人尊严，给别人面子的。甚至有时候呢，可能他很懂得给别人带来一些很安心、很照顾的状态，很懂得体贴他人。不是一个特别爱说话的人，但是他的一举一动呢，都是感觉他很细腻的，会照顾每个人的情绪。可能有时候在你们交谈的时候你可能话还没说出口，他大概就能感觉得到你想要说什么了。所以这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的默契，特别的有意思。另外，他的想象力蛮丰富的，他的内心世界是蛮丰富的，而且骨子里呢是很浪漫的。他可能是非常多面向的灵魂，有时候呢像个艺术家，有时候呢像个小孩，有时候呢可能又会很像个军人，很理智，所以是比较多变的。因为他可能是比较感性的人，
对生活有很多的想象，有很多的渴望，希望人生里面呢，去感受不同的物质，感受不同的情绪，感受不同的精神世界，去到不同的地方，认识到不同的人，享有蛮多的一些体验的。另外，他很注重就是精神世界，很喜欢学习，很喜欢观察，喜欢玄学，喜欢灵性，也相信第六感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他是一个可以守住秘密的人，他不会去讲别人的坏话，也不会去八卦任何人，嘴巴是蛮紧的。你给他讲的任何事情呢，他其实都不会给别人讲，所以让别人会觉得很安心，可以信任，愿意把秘密交给这个人。再加上他懂得尊重别人，懂得保护自己。要跟他走近的话呢，是需要很多的耐心跟真诚的，而且他很喜欢那种积极正能量的人，不喜欢那种特别算计啊，或者是很有谋略的人。他也不会在乎向上社交，也不会在乎一定要去结交一些有钱有权的人。他看一个人是看这个人的品质，这个人的本质，看他的灵魂是否是纯洁的，而不会因为物质世界去选择自己的交友对象。做事情上面呢，他还是比较踏实稳重，有自己很实在的那一面，比较接地气，有能力去建立稳定的关系。对于金钱啦、工作啊、人生规划，他都有自己的一些节奏。其实他的想法呢，算是比较通透、比较智慧的，不是那种很狭隘的，或者是市井小人的这种想法哦。他也不会以金钱就是收入多少去选择工作，而只是去做自己有兴趣、自己喜欢的事。所以他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，他更喜欢修行跟自我的成就，希望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面呢，体验更多，实现更多的价值，帮助更多的一些人。年纪越大呢，他的生活可能会越简单越低调，因为他注重修心，把自己的心修得更加的好。可能他有一点老灵魂，想法上面是比较成熟的，再加上他充满希望，这是一个对未来呢不会去过多焦虑担心的人，而是他相信自己会收获美好，只要自己保持着善良，保持着奉献，保持着爱的能量，那么未来呢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。所以他会给到你很强烈的这种温暖感，所以很有可能在第一次相见的时候，就是他在帮助你，或者是给到你一定的力量，让你很想要跟他更多的接触，让你心动了。他不是你缘分的过客，而是你灵魂的契合者。你们在彼此了解之后呢，真心的选择了彼此，你会很开心能遇到他，而且他是那种不吵不闹，不是夸大其词或者是特别张扬的人，反而他非常的低调，但是他在你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，他会给到你很好的情绪价值，他也会去激励你，会去支持你，但是不要求你的回报。打心底里面呢，他就是那种祝福所有人的人，就是那种很善良的人。所以总的来讲哦，他的性格特质非常的好，因为他很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有福气，是否在建立好的业力，是否在建立好的因果，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。他也不会乱发脾气，他会尽可能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很缓和
很和谐、温暖的人。他希望呢，自己可以把更多的爱分享出去。其实，在这段关系里面，你们相遇的时间呢，我们这边出现了4、5、6，有可能是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冬天，也有可能是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6个月之内。那么也有可能是你在躺平的那个时间段，可能是你在度假啦、休息啦，或者是完全放松的时刻认识到的对方。你想让自己的工作暂停，或者是学习暂停，或者是让自己放空的那一段时间，可能遇到的他。也有可能是你刚结束了一段关系，或者是结束了一个工作，结束了一个案子、项目之类的，可能在你结束了某一件事情、感情的时候，那段时间你遇见的他。而且在感情里面，你很懂得能量循环，你会学习去奉献爱，去给予爱，接受爱。在你一种自我疗愈以及愿意去分享成就别人的时候，你会跟他相遇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在一种自我疗愈、自我灵性觉醒、内在觉醒的时刻跟他相遇。说不定有的宝宝可能很快哦，可能是近期就会跟对方相遇，最晚的话呢，应该就是在6个月之内了，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哦。好，那当下呢，宇宙会给到你一些讯息，你是需要去做准备的。首先，可能近期生活里面，或者是在人生之中会出现很多突然的一些变化，一些让你当下觉得不知所措的事情，完全不是在计划之内的事。面对所有的这些事情呢，首先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担心，因为出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把你往对的方向去推的。所以刚才有讲嘛，就是相遇的时刻可能是你在躺平的时刻，说不定突然公司倒闭了，然后你辞职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去思考找新的一些工作，那你就想先给自己放松一下，去度假吧。结果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遇到的他，所以你要感谢公司倒闭这件事情。对，宇宙给你安排的所有事情都是有意义的，你要相信，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。好，另外呢，在爱情里面，不要有任何的浪漫冲动。爱情其实最稳定的一种状态是遇到一个可以跟你互相陪伴、互相传递智慧、互相成就的人。能找到一个一起成长的伴侣，然后一起静静的享受生活的节奏也是非常好的。一起面对沉默，大家也不会尴尬的话呢，其实是最完美的。如果你在爱里面可以成为一个懂放下、能理解的人，而不会特意的去追求那些浪漫、激情、烛光晚餐，而是愿意保持着一种柔软智慧去经营情感的话呢，那么你就准备好遇见自己的爱情，你就准备好知道如何去创造幸福了。可能现在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想对爱情的向往，就是拿着玫瑰，然后点一些烟花，放一些烟花，然后表白。其实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，只要花点钱、花点心思都可以做到。但是真正的爱，不是在这些浪漫的动作上面。说不定会做这些浪漫动作的人，他可能感情经历非常的丰富，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脚踏实地的陪伴跟生活，可能没有办法很专注在爱情上。
而这些浪漫的动作骗骗小女孩也是可以的，但是真正的认真想要跟你建立稳定情感的人呢，他一定是可以好好的陪你生活，可以好好的陪伴你的人，这个呢比那些浪漫的举动更重要。所以亲爱的，当你开始明白你想要的高质量的爱是什么，以及在爱情里面，在生活里面，你开心享受当下所有一切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准备好进入到新恋情之中了。真正的感情不是寻找一个让你不再寂寞的人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。这个恋人是你想要的吗？是的，我们就在下面写下来领取恋情，感谢宇宙这样的一个字样来吸收整个视频的能量吧。那么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